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歼20A 要正式装备在解放军的空军，还有歼20S， 因为也刚刚出来没多久哈，所以歼20S 也还没装配到解放军的空。歼20S 是双座型的，歼20A 是单座型的。歼20S 这种双座型的，后面那个武器官在干什么？就指挥僚机啊，而且这僚机是什么？就是美国空军所讲的 CCA 啊，就是一种协同作战的一种无人机。那 CCA 就是我们平常讲无人的战斗机的僚机用的。整体来讲歼20就是一个确定已经进入可以装备到战场上、装备到军队里面来使用的。这个可以说是第5代战机里面继这个美国之后最成功的一个布局。歼20A 现在正式的亮相，亮出它的肌肉哦。那么中国大陆的空优进入了体系化战争的时代。今天我们会做一次比较深入的分析。先来看到它在2011年首飞到现在，其实已经正式满了15年。那央视也特别做了一个报道说呢，我们来看到是中航工业成飞罕见的公开它的多架的黄皮的歼20A 的试飞影片，也首度揭露了我们看到 CG 上面包括涵盖有人无人、内场外场科研验收在内，一共是5地实行的体系化试飞的一个组训。比较明显可以看出它的不一样是它的座舱后方有一个超音速鼓包的结构，据传可以让这个战机携带更多的燃油跟电子设备。那么军事媒体也特别做了分析，说歼20这一次的核心升级主要来自于它的航空电子跟指挥控制的能力，新增了机上的算力中心，就可以具备指挥第5代、第6代这个协同作战的无人机的能力。委员怎么看？首先我们看看它所谓的5地实行是什么意思？就是在5个不同的地点。然后这个5个是在5个不同的地理环境，可能是冷一点，可能是热了一点等等5个地点。那实行啦，就是刚才你讲的，有人无人内场外场科研验收等等等等有10个型的一个体系化的这种试飞。不过这个不是从歼20A 开始了，它事实上从歼20就开始，歼20是基本款，总共做了40架，歼20A。预计要生产400架，所以表示歼20A 才是主力。那现在又有歼20S，就双座型的，那要生产几架，目前还不知道可能明年度预算才会出来那这一个歼20这样的一个体系化这个不叫做什么10种不同的派生型号了因为歼20本身基本款的只有40架，大家顶多只能训练用的了因为不需要派上战场嘛。可是歼20A 一定是主力一定是主力那歼20A 有没有要改装成什么电子作战飞机产生什么歼20D现在言之过早言之过早。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歼20A 要正式装备在解放军的空军，还有歼20S。因为也刚刚出来没多久所以歼20S 也还没装配到解放军的空。歼20S 是双座型的，歼20A 是单座型的。歼20S 这种双座型的，后面那个武器官在干什么？就指挥僚机啊，而且这僚机是什么？就是美国空军所讲的 CCA 就是一种协同作战的一种无人机。那 CCA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无人的战斗机的僚机用的僚机用。所以这个整体来讲歼20就是一个确定已经进入可以装备到战场上、装备到军队里面来使用的这个可以说是第5代战机里面继这个美国之后最成功的一个布局。因为俄罗斯也有第五代战机，也有逆中战机可是它始终到底装备了多少，没有人看得出来它生产的架数没有到上百架，因为你一个机型没有几百架的话，你不可能形成一个大型的作战部队嘛。好，所以刚刚也有讲到说，它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些特征，包括它有这个超音速的鼓包跟它的航电升级。马老师又怎么看？
我想这个每一台战机在发展，因为它首飞是2011年，然后16年就开始服役，到现在应该是已经10年了。这10年里面会有很多的改进。那当然，电战系统会不断的增进，包含这一次它的这一代，就是它在这个雷达抗干扰，还有红外线追踪等等，它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我觉得，基础来讲，它的战力提升还是回归到妥善率的问题。然后它能不能够成熟的批次量产？因为现在看起来它服役将近300架，未来在2030要扩充到700到800架，就是大概 double 的数量。那现在它的制程非常的成熟就是特别是它的发动机 WS-15，当然已经非常完善的。那这个完善的机队跟比较单一化的这种大型军队，对他来讲，在实际上的运用会比较容易。那它的后勤补给、照顾跟所有的维修妥善率都会跟着提升。而这样的妥善率提升，事实上是一台有作战能力的战机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电战系统本来就会增加，但是它基础的这些机械系统、推进系统要能够稳定的运作，我觉得是大概是它这一波，我认为在未来会有战力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刚刚我们看到就是航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海面。另外一方面是中国的北方工业公司在最近一个防务展上面，我们看到他说呢，首次在中国的境外公开展示全新的这个是瑞沙10的武装无人水面艇。基本的小档案我们看一下 CG 包括它的这个全长12公尺，排水量10吨，采用的是复合材料的船体，跟最大航速超过40节，作战半径200海里。现在说呢，这个火力配置是已经可以直接上战场等级的了吗？因为它呢的舰首配备了12.7毫米的遥控武器站。那么后方还有这个双停机坪等等，可以同时搭载无人的旋翼机。吕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装备出现在各种不同的防卫展上面。这一次是出现在杜哈国际海事防务展，但是这一些装备多半都是外销型的，就是它并不代表解放军未来一定走这条路，但是它其实也就是一个暗示。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以前比较少看到解放军发展这么小，也就是它只有排水量只有10吨的装备。那但是呢，它这上面虽然是有2个停机坪，可是它的无人机并不在上面。无人机应该是它这2个是可以打开的。那打开之后，它的无人机从里面飞出来，然后等到要降落的时候，它再降落。为什么？因为它的吃水非常浅，也就是它的浪很容易打上来。如果说它的无人机停在这边的话，一下就被打到海里头去了，所以它是隐藏式的。那至于说它有垂直发射的系统大家千万不要想说这个是红旗系列，不是，它是巡飞弹，或者是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游荡炸弹的这一种也就是无人攻击的载具，它是在这个位置上面。这个其实也就是从俄乌战场乌克兰的发展上面得到的一种新的一个概念那另外，其实我们真正要看的解放军它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也就是我们看的这个是东部战区释出来的影片，也就是它不是外销型的。那这个是虎鲸号的无人舰艇，在前年的这个珠海航展，我有亲自去看过这艘船。它这上面黄色的是征收系统，红色的是雷射武器，那这个白色的其实因为它后面还可以载这个无人直升机，也就是它的泰康系统。那我们来看他们的暗示是什么？它的暗示也就是它其实是会在055万吨驱逐舰的最前端，作为一种哨戒之用。那另外，既然讲到无人载具的话，那在空中、在水下其实都有。所以我们看到未来的战争，为什么我们讲到的是一体化，我们讲到的是体系化？因为未来最重要的是我如何的目获，那目获最好是我在对手之前目获。那这样的话，战场迷雾就陷在对手这边，因为我对于对手非常的了解，也可以全班的掌握
而且现在所谓的马赛克战，也就是我既是征收也是打击，那也就是所有的装备不只是无人机啊，所谓的察打一体，绝对不是只是如此。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呢、现在我们台湾也同时的在发展这个无人载具啊，我们不要一次买太多啊。为什么？因为这一种无人载具它的进化非常快，那我们现在一次买那么多，也就是我们未来是不是我们要提升它的性能的时候，我们要换代的时候又受到限制的。有关于山东舰现在进入在南海的一个海军基地的这个前船坞里面来进行维修的工作。不过呢，现在有一个是来自于中航工业沈阳所做的一个证实，说歼35的舰载机已经具备了它有弹滑兼容的能力，意思就是说呢，它能够在福建舰采用电磁弹射起飞，这是第一个。但第二个，它另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山东舰上面滑药板甲板上面来进行滑药式的起飞。军事专家也这边特别做了一个分析，它可能就是在进行歼35隐身战机的适配性的一个改造。舰长如何看？首先你要知道，这个飞机从这个叫做什么航母上面弹起来的，它的决定的是什么？就是我这架飞机，我的翼面积这么大，我要到达这个速度，这个空气能够支撑我起来，这是它的一个重点。那是注意两个，就是第一个，你跑多快；对，第二个，你的翼面积多大。你去看，因为开始设计可能认为歼35是没有办法在滑跳这起来的，一定要底下拉一个那个叫做弹射的蒸汽弹射也好，电磁弹射也好，有一个瞬间就给它加速。但是这个如果山东舰你说我们改成这个有一个这种弹射的话，那是做梦。那你干脆重造一套，它整个是8前，你以为只有上面一个像橡皮筋弹的，它整个肚子里面全都要跟着改，所以这是不可能。所以只有可能就是说，歼35是不是可以从滑跳上面，在比较其他的，就是推力少一点状况下起来呢？我仔细研究一下是有可能的。为什么？第一个，你看啊 ，F35是没办法的哦。对 ，F35只有一台引擎，歼35有2台引擎。那这个一台引擎是推力是19点几吨，这个2台是13到15吨。就这2个推力是大于它的，基本上可以，就是它可以瞬间冲，它可以冲到更快。第二个就是它的飞翼的面积啊，它的飞翼的面积哦，F35是43平方米，歼35就中国这个歼35是62平方米，所以当我有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支撑的时候，好比说我的速度在时速300公里，我就能够撑起来。F35可能要到360公里才能够撑起来，因为它的翼比较小。所以从这2个比较之后，我相信经过他们的计算也好，或是实际上可能跑了一次，发觉真的可以。那就因为一开始你不必到这个船上去试，它都有一个陆地的一个基地，就在那里试。起来万一没有飞起来，那至少还在陆地，还可以再降下去。到海上去，他觉得他是可以。所以他就这样子想说，我们是不是叫这个山东舰上也让歼35上去？那歼35上去，你知道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为什么？因为航母就是海上的移动机场，不是航母多厉害，航母根本没用啊，是那个飞机多厉害。那以前的是非隐形的，那你一飞起来人家就看到了。那现在你换了一个隐形的，飞起来很远看不到，飞到很近你才看得到。这个时候它打击力就可以距离目标很近。叫做进阶的资源打击，所以它的战力会提升的。但是它重点都跟山东舰的关系不大。山东舰要不要做一些改变？它的技术维修，因为不同的飞机上去，你要有技术维修的人，要有那些装备，要有那些后勤料配件，它在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好，我们刚刚看到是解放军在这个海空上面战力上面的提升，那空中的战力其实还有另外的提升，就是有关于等一下请干哥带我们来看到的是霹雳16这个小飞棍的这种飞弹，能够为歼20带来这个战力有多大的提升？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因为呢我们现在来看到是解放军最新，它有一个官宣的影片是在庆祝歼20首飞15周年。那从这个影片上面可以特别来关注到，我们也列出来说它的一些性能，包括它有一枚的外形极度平直，看不到传统弹翼的一个空对空飞弹，那大家就把它
军迷啦，把它取名叫做小飞棍。所以香港的01这个媒体也特别做了分析，他们认为这个小飞棍就是大家熟知已久的霹雳16吗？来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它的小档案。霹雳16，请导播来 take 一下哦，它的射程突破300公里，能够使歼20得以在这种超音速巡航之下，对敌方的预警机、空中加油机等高价值的目标实施远距离的打击。那它的主弹仓的部分，歼20可以做多大的提升？原本它只能挂4枚的霹雳15，未来可以达到6枚的霹雳16。干哥怎么看？好，你简单介绍一下，霹雳15就是把这个印度的标风战机打下来的工程，叫霹雳15。所以我们都知道说霹雳15很厉害，对不对？不过歼20只能够带4枚啊。那其实老实讲一句，那在美国的 F-22啊，因为他们两个是空中的假想对抗者 ，F-22跟歼20两个要对抗。那如果歼20你只能够带4枚性能非常好的霹雳15，那但是这个美国的 F-22它可以带6枚的 AIM-120，也就是先进中程防空那个空对空飞弹。那这样子的话，那所以才会衍生出我们是不是要发展另外一种飞弹？那这种飞弹呢，我们可以装进6枚。它的技术在哪里？它的技术就是我不要飞翼了，我不要飞弹的弹翼，把这个弹翼，大家要知道，弹翼在整枚飞弹的中间会有4片弹翼，尾部也有4片弹翼。你把它都收起来的话，那我的弹仓是不是就可以放进更多飞弹？对。那我没有弹翼之后，我要怎么攻击呢？因为大家要知道，飞弹在开始发射阶段的时候，它初速是2倍音速，到最后决战急杀的时候，它可能到4到5倍音速。你没有弹翼哈，那我可以跟你讲，你的流体力学就不见了。这飞弹要怎么攻击啊？结果他们现在说没有，现在已经有划时代的向量推力喷嘴技术。也就是说，这个歼16是使用向量推力的喷嘴，可以改变方向，然后再过载，就是说它过载已经超过它本身所能够，简单讲一下，就是机力已经超过它自己飞弹本身能够承载的负荷的极限。没关系，由电脑来解决。大家听到这边有一点已经像星际大战哦，像科幻小说了，对不对？我告诉各位，电脑做得到。所以我一直在看这个霹雳16啊，我心里就在想，都没有弹翼哦，美国人搞过，结果是什么？失败。你现在真的霹雳16，你真的要做没有弹翼的飞弹吗？而且它的攻击模式是什么？你知道？它竟然可以打300公里，这个我更惊讶。300公里有多远？大家知道吗？类似像以前美国的最厉害的 F-14身上带的凤凰飞弹都没有打那么远，你可以打到300公里。他说他采用的方式是什么？他的采用的方式就是，他在飞到中间一半的时候，他会熄火关掉，到最后剩下20公里重新点火再打。我觉得那个现在我想起来的话，这可能会比星际大战的飞弹还要厉害。所以大家就想到，霹雳16如果真的有这么厉害的话，它如果真的能够装上歼20去进行空战的话，那 F-22你要小心了。可是我觉得有技术资料出来了，就等于是说这件事情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就像你一直不相信有歼36、歼50，它真的飞在天上，我也不用告诉你，我也不用发布，就真的飞到成都的那个你的脑袋顶的时候，你是真的看到了，是一般老百姓发现的。所以你怎么能够不相信中国它有能力跟实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出像小飞棍，也就是霹雳16这样的飞弹呢？不过我还是要回应一下刚才舰长讲的。就是说，你要把山东舰改成可以飞歼35哈，我就是觉得说这个是在技术上面做不到，好吗？干脆造一艘新的还比较划算。因为山东舰跟辽宁舰都没有电磁弹射，所以它们的功能是一定的。那自从福建舰有了电磁弹射之后，它后面都会是电磁弹射，它的飞机才能够满载。满载很重要，没有满载怎么打仗？所以你必须要把福建舰，你必须要把辽宁舰跟山东舰看作是它进阶的一个过程。如果你现在去改山东舰，让它可以飞歼35的话，那个叫什么？那叫强人所难，不要做这种事情。我相信，中共
高层他也不会这样做，习近平也不会这样做。为什么？我造一艘新的船快得多。好，其实呢，美军这个要担心的，它的 F-22要担心的，除了刚刚干哥帮我们特别讲的有关于歼20加上霹雳16之外，其实呢，来自于美国媒体的最新报道说，他们真正要担心的，其实不是只是霹雳20，是双座版的，不只是歼20，还是双座版的歼20S 才对，因为它被赋予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其中它的第2名的机组人员是可以负责这种高强度战争的指挥、控制、管理，甚至做无人机、有人机的协同作战，打击美军的航母。聂老师怎么看？哇，这个太精彩了！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小时候喜欢玩军，你知道哈，歼20不是歼20，是歼20S。我先讲一下啊，刚刚我们都知道5代战机，美国2种，这边这个中国大概2种，很巧。当然这个有点仿效了 ，F35对歼35，好，我们不谈这个。那歼20有所谓的 F22，大家也知道，都是5代战机。F22有没有双座？没有，曾经想做双座，叫 F22B，没有成功。他们讲了3个原因。他们在设计第1船之后 ，F22说，空间设限，空间设计好像不太好做。这是第一个考量，第2个说，隐身的考量，一旦做大了，可能没办法隐身。第3个更扯，叫做技术的隐忧。第一个有考虑他们技术要做，那还有一个是2个人以后的配合的技术有问题就否决掉。中国做到20S 是双座直立式。我跟你讲啊，我们在财经里面教1+1大于5，我们讲并购嘛哈，2个人合在一起，一个夫妻娶一个先生娶一个太太，生下3个孩子就是5个，1+1大于5，2个人在一起绝对大于5，你知道为什么？第一个非常清楚，第一个很重要，他如果是单座，他有单座的设计，单座比较小，就是他做空优还有快速拦截，一个人反应够快，引力够好就好。双座不一样，第一个它非常重要，而且中国是第一次做到的双座的这种所谓的隐身战机，它可以打电子战。第一个人开飞机精准，他就是照他的这个技术。第2个跟他做充分配合，就像都丢原子弹，当时也要是2个人啊。第一个到点是，第2个要去分析，要去检测它的最好的地点。他重点要做什么？要做电子战。这电子战它要控制怎么样？现在都是网络控制。他在飞机上要控制无人机，你开飞机的人不可能在这时候控制，他要控制无人机，就像刚刚讲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双战。这时候呢，可以做到什么？就是精准打击，这非常精准，而且讲不好，因为什么1+1大于5？因为他一架飞机就控制了好几个无人机，不就超过5个以上？所以这样子会造成美国未来在 F22真的凌空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危险，因为他是双人，他一个人在飞，另外一个人人靠人有。第2个，他可以用精准打击，甚至控制旁边的无人机，他对地对海都可以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精准打击的效果。那你觉得美国会有很大的威胁？我觉得这绝对是会的。中美之间在第6代战机的研发上，这个接下来会越差越大吗？赖老师怎么看？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同档次的一个差距了啊。过去大陆的这个先进武器的一个发展是追踪、跟监就跟着你的前面的走。所以当时美国有 F22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在研发这个歼20美国在研发这个F35的时候，中国在研发歼35，类似这样的一种追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过去我有个老师，你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跟。但是6代战机是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划时代的意义？美国现在才要立案，原型机都没有，对，然后那个图纸都还不清楚，然后就一个这个 PPT 的一个示意图，但是美国未来的6代机会是什么样都还不知道，但中国大陆6代机已经飞给你看了，这代表什么？完全是创新的了。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6代机这个部分已经遥遥领先美国了，这是第一步。可是第2个，它又有一个意义，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武器发展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铁律。铁律就是量产1代，研发1代，然后预研1代。我们看到现在正在量产这个歼20、歼35，正在量产中，所以它的量产的速度很快。那一般来讲，这个歼20会用20年左右。所以当它在量产歼20的时候，它的预研的就是6代机，目前来讲研发的就是6代机，6代机原型机已经出来了。那预研1代的意思，也就是说7代机已经立案了，已经在研究室里面，这些研究员已经在思考这第7代战机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的一个战机。所以当这个十几20年后，
这个歼20啊，这个要结束了。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歼20当时在试飞的时候，大概用了8年、10年的时间，8架原型机在不同的档次试飞。那现在歼20已经在服役了，在量产了，所以6代机很有可能在5、6年左右，它会开始进入量产。然后因为它还要经过各种不同的场域、高原，然后热带很多地方，它都要做试飞，然后在最后要做定型、定装，然后等到6代机要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第8代机也已经是在预演的阶段了。那你想，现在美国才是对，美国现在还在图纸，对，那已经被中国大陆甩在后面了，中国大陆已经后面看不到人了。这差太远了。是中国大陆的歼36加速成型，美国的6代机现在陷入难产，日本也要做6代机，它的这个计划 GCAP 的电战也崛起，东亚空战格局全面改写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2025年大陆确实我们看到它的6代机，不管是歼36、歼50是横空出世之后震撼了全球，结果没有想到1年过去，成飞的歼36现在已经冲出了3款的原型机，而且甚至有第3款的这一种原型机的一个试飞画面，现在在网络上面传出来，被解读是研发速度远远的超乎了想象。我们看到军事专家怎么形容，他认为这是大陆2025年的圣诞节大惊喜。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3架的原型机之间的结构其实有明显的差异，尤其今天要观察到的就是它的第3架的原型机没有了2架，前面2架有了这个叫做空速管的装置，所以要请教厉将军怎么看有关于第3架跟前面2架的差异，还有这个空速管消失代表什么样的意义？歼36会提前成军吗？将军怎么看？这确实这个研发的速度真的是超乎预期之外大家要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歼36才第1次试飞，第1架原型机试飞，到现在为止才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第3架原型机在试飞了那我先说明一下，歼36它现在名称已经取了，在歼10它叫做什么呢？它叫猛龙战机歼20它叫威龙战机。你知道歼36现在取个什么名字吗？叫做很斯文很文艺，叫做文谣文章的文，谣它是一个鱼字旁在一个用手摇机的摇的那旁边文谣，它是取自《山海经》里面鱼生鸟翼的这种神兽叫尧文尧。那为什么这个从以前龙系列改成尧系列呢？我觉得很明显的，它就是从第5代机跃进到第6代机，等于4代的跃进，所以它用一个新的这种尧来代替，那也凸显出中国文化的元素在里面。那第1代机的时候，第一代这个歼36跟第2代差别很明显主要有3个地方有差别。第一个是进气口原来的是倒3角进气口，那它这个进气口第2代的时候将它改成就是无分流超音速的这个进气道那可以增加它的引声的效能。第2个差别在尾翼那个地方，尾翼原来是直接一个喷口而已，但是第二款原型机它是可以2D，也就是它可以上下改变，可以增加它的机动性。那第3个改变就是它的这种起落架有改变，起落架原来是前后并列的前面那个轮子后面一个并列，改成这个双排并列的第2代，那当然可以增加它弹仓的容量。它试完之后，可能这1代跟第1款跟第2台大概它各有优缺点，那它研究之后试飞之后取其这个优点，然后做出来现在第3架。那第3架很明显的最大的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取消了空速管。那取消空速管当然是在试飞的时候，你要让飞行员他能够知道飞机的速度，然后来有利于飞行员操控掌握飞机。他现在将它取消，我觉得很快的，它就是要进入量产了，就大概就已经试飞各项的数据都已经出来，开始要进入量产阶段才是这方面的改变。所以说，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这种战机的研发速度你不得不佩服。还1年的时间，这个同一款战机就已经有3种的原型版出现那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那日本呢也说要做这个6代战机，防卫大臣这个是他特别讲的，说他们这个计划叫做全球空战计划 GCAP。
加上英国跟意大利一起来做，锁定是2035年服役，2030年首飞。它配备的东西，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小档案。全新的多功能射频系统，数据量是 F2雷达的1万倍，频宽处理强，不只能够搜索锁定，还能做电站干扰、通信、目标获取，把数据转为战场上面的主要武器。委员怎么看？GCAP 啊，如果翻译做全球战斗空间计划是蛮适合的，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战机的名字，它是从以前日本的 FX 所发展出来的，或者 F2 所发展出来的。问题是它这个顶多就是5代半的战机而已，它想要跟中国大陆的歼20比，似乎全球都认为技术上还差那么一点点，这档次差那么一点点啊。那他讲了很多了，他除了刚才讲了他说他的深度逆中不是一般的逆中，可以对雷达、红外线、电磁波进行逆中。我听了都晕倒，哪一个5代战机不是这样子？好不好？深度就深度了哈。然后他用次世代的引擎，推力非常高，然后发电能力非常强。但是怎么算哦？它的飞行最高的音速，大概而已，就是超音速一点点而已，就是不能跟大陆很多战机都快了2倍音速，不太一样哈。好，那有趣的是哈，它很多的优点，非常的豪华。也非常的贵，比 F35还要贵哈。那贵也就算了，反正这是日本、英国、意大利3个国家来的哈。它现在已经被确定有几个很大的缺点，它没有办法应付东风21D 跟东风26饱和攻击，没办法，无法生存力很低，因为它不是它是5代战机逆中的，可是它不是空中的王者，它不是，但是它是空中的指挥官，这2个性质是不一样，因为它的电子设备很多，所以在上面一架飞机可以指挥很多的僚机，但是自己参与战斗，它的操纵性能就被比下去了，就被大陆歼20比下去了哈。中美之间的这一场军事之争，我们特别要来关心到的是6代机，尤其是大陆的6代机，这个歼36 2号机这一次大改款，被视为是一个急速的进化，力拼2031年要成军。那么中国的6代机能不能横甩美国4年以上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个是最新消息，美军这一次恐怕真的是要紧张了，因为呢，大陆的第2架它的歼36原型机最新的影像再度的曝光了。大家看到说上面这一次不再只是一个小修小改而已，而是一个比较具有结构等级的大改款，所以被外媒这样子做评论，他认为是明显的它的进度远远的超出预期了。今天有3个关键他们大升级的点，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等一下会请将军，因为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名词，等一下请将军带我们来看。升级的地方包括它的进气道，这是第一个。第2个事情是它的发动机的喷管也是大升级了，它可以在高空低速失速的状态下维持它的机动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它的试飞也变得更快更好了，1年内至少2架原型机，并且说已经进入到工程的验证加上结构筛选的一个最新阶段了。这是有关于这个歼36的进度，6代机。另一方面，美国呢，它的6代机 F47，我们来看到，虽然喊说2028年会做首飞，但是现在看起来完整的外形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所以呢，专家是这样评论，认为说中美之间战机的世代差距现在已经逐渐正式的被打开来了。歼36第2架原型机外形确实是跟第1架还是差很大的，所以我们认为解读会不会像是过去歼35那样走1机2型？那么量产前后的整体调整跟未来的战力，将军怎么评估？我认为它有一些改版，它第1架出来的时候经过试飞验证，它可能在气动力这一方面，还有推力这些方面呢，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来做调整。所以你看它的发动机的喷口，它已经让它凸出来，为什么？让它的推力，让它喷出来的气流更顺畅，那更有推力，更产生推力。所以这个时候，它把这个后面的发动机变成绞型发动机，让它推出来一点点。它是这个样，然后进气道呢？进气道它让的气流能够平顺呢，它把它做了一个设计的更流线，让它进气的时候更能够吸更多的气，然后进入燃烧室，然后燃烧喷出去。所以它这个在推力优化
他做了这个，我们讲到他推力这方面跟飞机的航程还有最大的速度是有关的。第二个，我们来看，因为歼36啊，它没有垂直岸地面。我们看了美国 F-22、美国的 F-35都有，中国大陆的歼20也有，中国大陆的歼35也有，但是歼36没有。你看它是没有垂直岸地面，没有垂直岸地面，在空中会飞行的时候会有偏侧滑的现象。那侧滑的现象呢？我们有一个 damper， 那个叫做辅助器，会把你做校正。它那个电脑换算非常的快哦，大概每1秒钟就大概换算100万次，给你做调整。它的动哦，让你看不出来，但是问题让飞机能够平顺。但是问题是，可能它在试飞阶段可能有偏侧的现象。那有偏侧现象怎么办？把这个我们讲了，它的垂直岸地面放在2个翼尖。左翼尖跟右翼尖，你看它凸出来了，是它让它不会有在高速状况下不会有偏侧现象。你看那个飞机里面那个针球仪哦，它不会摆动，不然飞机的话就是很稳定，这样稳定。因为摆动的状况之下，因为电脑换算还是有毫秒、微秒的时差，还是会偏侧。那经过这个在翼尖的这个垂直岸地面的辅助器之后稳定了，因为它把它抓准了。那又没有垂直岸地面，又有这个垂直岸地面的功能，我认为这是它加大的设计，是这样。那最后一个，我认为它的是让它的这个整个的机型哈，尤其是机翼把它优化，优化变成气动力最佳化。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歼36，它将来的如果要生产量产的话，它经过这2次，这第2架也是原型机，原型机一定做测试，不是量产机，量产机还没开始。那量产机完毕之后啊，才开始要训练，才能够完成 IOC 初级作战阶段。初级阶段的时候，经过种子教官培训出来更多的飞行员之后，才能变成达到 FOC， 变成全作战阶段。这个就表示这个成军呢可以列入作战序列了。所以它这有这个等次。那现在的只进入这个第2架的我们讲的测试的原型机，量产机还没有开始。所以中国大陆它是稳扎稳打，它不要冒进。还有呢，那我认为歼36这个大量推出来之后，可能就要关掉歼11B， 它就不生产了。歼11，那你要关掉个生产线了，歼11B 它不生产了，因为歼10C 还要外销，但是歼11B 它可能就不要。那来把这些所有的生产线来做歼36，所以这第6的战机可能在2、3年后就会形成作战的能力。好，2、3年后形成作战的能力。那我们来做假设，一旦真的成军，接下来对于第一岛链的冲击到底有多大？请教杨老师。那另外就是也跟美国来做一个相比，因为现在外媒也推估美国的6代机落后大陆3到4年，2个问题，老师怎么看？美国人自己推测2028年6代机可以这个成型量产，现在看起来是倒过来，是中国大陆的2款6代机，说不定在28年能够量产。美国到目前为止，它的6代机还真的连楼梯响都还没有听见。我们看到原先的设计图推动了一阵子之后，又打掉重来。不过，川普还是坚持要做 F-47，因为他是第47任总统。可是两边的6代机的相比较，我觉得这还要时间去验证。那但是呢，美国的6代机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它没有跟别的国家的合作，所以到后来它如果要出售，或者是跟别的国家的合作，看起来不是这个方向。因此它做好之后，你现在如果讲到第一岛链，它会不会卖给日本、卖给韩国，像 F-35或 F-35B 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而日本、韩国愿不愿意去买这个美国拖延了这么久而成效有限的6代机，那去跟谁打？我觉得日本、韩国可能也不这么愿意。可是，在中国大陆这边，你看到整个从5代机、6代机在这个区域战区的数量上，以及作战的这个效能上，就很清楚。像上次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凌晨2点钟开记者会，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雷达照射。那是呢，歼15跟 F-15这2款机就差别很大了。那歼15这个 F-15小泉，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主持人拿那个手套，他大概只能拿那个手套，看着手套说要冷静，要冷静，不然我会被打。他其实是非常不冷静的。那手套大概都撕了。所以呢，你这个飞机的差别就代表了你这个战争的胜负嘛。你现代的武器、现代的军事就是如此。
当如果中国大陆在有6代机2款6代机如果都能够量产，而去支援在这个区域的5代机跟这个4代机、4.5代机的这个作战的时候呢，那对于区域的拒止能力更会加强，以及在区域的制空能力上绝对会主导。而美国这个时候呢，6代机可能还在工厂里面设计，还是在制造之中，不知道。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持续来看到这个，我们刚刚比的是战机嘛，那我们现在也不只是比说这个战机的性能跟它的设计，也来比整体的这个工业体系。今天关心的2个公司，第一个是沈飞，第二个是成飞也动起来。沈飞，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2022年他们打造的这个航天城的部分之外，2024年他们更是正式的进军在低空经济。那成飞呢？成飞则是一天征地200多亩，说要打造空天装配基地，做战机也要做衔接航天、货运航天飞机的浩龙计划。汉庭怎么看接下来对于歼36多大的这个研发跟量产的优势？美军还在画大饼，中国已经试新机，6代战机谁争锋？东方巨龙已腾云。那到底大陆强不强？我们要听美国人怎么讲。好，那当然了，美方他可能会刻意的放大啊，来凸显美国自己要更加的努力。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前司令马克·凯利将军，还有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多次在听证会和内部报告当中都说，美军现在落后中国大陆，而且有3个扎心的现象。第一呢是进度恐慌，因为大陆已经先做出来了，我们的还在研究阶段。大陆在第6代的战机研发上按部就班，甚至在某些子系统的迭代超过了美国。所以美军内部报告警告，如果呢下一代的航空权项目再因为经费而延迟，2030年天空的主人就姓钟而不姓美了。而第2个是成本的恐慌，因为在美军制造的第6代战机单价就要3亿美元，哇，这是在打造黄金吧？那中国大陆呢？虽然价格没有公布，但可想而知，经由工业化跟体系化的量产，一定成本是比美国还要来得更加的低廉。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最大的优势，就不论发明什么东西，最后都有机会变成白菜价。而再来第3个是技术迷航。就当美国还在搞优化，中国大陆已经在搞重构了。美国的空军参谋他说要暂时暂停，并且重新评估 NGAD 次世代制空权的项目。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本来美国自己研究啊，他们想象的6代机长什么样，结果发现呢，中国大陆想的六代机，而且呢发明出来的东西比他们想的更好。这个表示大陆在6代机的制定标准上抢占了话语权。而且呢，提到了成飞跟沈飞的大动作，这才是让美国人更害怕的地方。代表中国大陆军工已经进入了完整的体系化跟集群化的战斗模式。首先，空天一体，成飞呢要搞航天城，不仅是做战机啊，连货运太空梭浩龙都一起做。这表示未来的歼36可能不止在平流层飞，它随时可以跟外太空的卫星、轨道器进行降维连线。甚至呢，产能我们说几百亩地砸下去，这个不是为了种菜，这是为了要自动化的装配线。所以美国现在造一架飞机，感觉像是在绣花，慢工出细活啊，因为它确实慢。但是中国大陆未来造飞机就很可能呢是在印钞票，一旦成型就是铺天盖地的数量优势。所以大饼画得再圆，也飞不上蓝天。PPT 做得再美，也挡不住歼36的闪电。大陆宣布的神秘的新家伙曝光了，得是什么武器呢？等一下带观众朋友来看。另外，今天也会关心的是歼20，它带队的是隐形的僚机，再加上无人版的轰20也试飞了，震撼外界。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另外等一下也会特别关心习近平针对于火箭军的整治的进度。好，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11月11号这一天是大陆的空军成立76周年哦。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大陆的官方典礼，比这个更震撼的事情是，他们播出了这个宣传片，叫做《梦远》，正式的发布了。不过呢，这个当中有一个亮点，就是里面出现了一句“新家伙”。这个新家伙一出来，就引爆了中国全网的高度关注。这个新家伙其实大陆官方是没有公布它的型号跟它的性能参数的，但是我们来看到一些比较具体的细节哦。官方当时在通话有说，这个威龙1号收到已经与
玄龙的协同。那么玄龙大家就在看说，会不会它就是这一架逆中的无人机，也就是玄龙08呢？被认为它可能就是攻击11的逆中无人机，是可以和歼20一起来协同作战的，也代表说是不是解放军空军正在加速打造，包括了有人配上无人一起协同作战的一个体系。张健老师怎么看这个？首先，新家伙是指的是谁？是攻击无人机还是其他的武器？歼20搭配的这个攻击11是中国已经抢先美国完成整个中程僚机的系统吗？面对5000年的战略文化，亦真亦假，以假是真，以真是假。所以呢，这个很多东西不到真正出来那一天，其实有很多的变数存在。但是有3句话这个确实非常重要的：第一，落后就会挨打；第二，模仿只能追赶；第三，弯道才能超车。所以你可以预期未来中国大陆很多的军备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某某某，它有很多的概念完全是翻新的。所以呢，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信念：抄袭就会被反制。所以你照着别人的瓢来画瓜，然后你到了最后，你就发现那个里面人家已经掌握，自然就可以知道怎么反制。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完全创新，事实上已经有好多东西是完全创新，然后西方完全都没有想象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发展的趋势。至于呢，一句话搞得大家心痒痒，可能到了最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好，目前大家都还在猜说这个武器到底是谁，是这个新家伙到底是谁。但是我们来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是来自于美国的军事网站战区网的一个爆料，说正在试飞的这一架是这个巨型隐形飞翼无人机，是不是这个无人版的轰20呢？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一些小档案。现在异常说高达了42公尺，比美军最新的 B21它的突袭者战略轰炸机还要大了一整截，只小于 B2 的幽灵战略轰炸机，会不会它就是无人版的轰20呢？赖老师怎么看？这个我们还没办法证实了哈，因为大陆的官方有关于这个轰20传说很多了啊，但官方从来没有证实，也没有否定。那基本上来讲，在谈到轰20，也就是说，我记得应该在去年航展的时候香港有一位记者就特别问到大陆的空军的副司令，就问到说，轰20会不会在深圳的航空展会出来？然后他就说，你们看看吧。这个时候给大家都感觉到说，哎呦要出来了，要出来。结果去年深圳没有出来，今年一样也还是没有出来，所以大家都在问说，那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因为轰20如果出来的话，那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这个战略武器因为它可以确保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是你几乎无法阻挡的。那这个对于大陆来说，它的核武的数量就不需要到4、5千枚了。其实1500枚也就绰绰有余了。对，为什么？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看到的这种轰6K，因为轰6K它本身不具备有隐身的特质，可是如果是轰20的话，它一定要具备有隐身的特质。第一个，第二个，它必须要是跨洲的这种长航行的飞行，所以它的块头一定要很大，它本身的这个燃料一定要能够供应它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进行。这个你永远无法知道它在哪里，可是它随时可以用核弹来打击你，这是由空中来打击你地面的这个这种战略的设施，不管是战术性的打击或是战略性的打击，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战略性的打击就是打大城市，打大的工业区，例如说像硅谷这样的一个大的工业区，用几枚核弹就可以整个摧毁，美国就瘫了嘛，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你要确保能够对于美国的本土进行，你美国毫无拦截能力，包括精穷做出来也都没有拦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轰20是当之无愧的。那问题就是在于什么时候出来，而它性能会不会超过这个美国的 B2或是 B21？B21我们基本上来讲会认为它比 B2还要差，虽然是新造出来的，但为什么？因为它是阳春版嘛，就好像我本来造一个豪华的这个跑车，结果因为我现在穷了，所以我造出一个阳春版的跑车，那叫做 B21然后我就说我 B21比 B2好，没有人相信，因为你是泡面嘛，你阳春版的，阳春版不会比
原本的豪华的还要好，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所以美国怎么吹嘘，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轰201出来比 V2还要好，那这个美国它基本上就会吃不住了，因为它怎么办？对，那对于中国大陆，它在核打击的战略方面，它就不可能再产生任何威慑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问题不大。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您提到的攻击11，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已经是攻击21了，那这也是经过也准官方证实了，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在编队飞行中有这个歼16D，这是电战机，它可以扫除空中的障碍，然后有歼20，歼20它是踹门的一个空中堡垒，可是搭配的，因为这个歼20它是双人座的。所以它搭配的就是攻击11或者攻击21，它可以更深入的进行战略性的打击。我觉得这个对于大陆的空战来讲，它已经开始具备有跟美国较量的局部的优势，这个对美国压力是很大的。是好，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陆现在在展示它的这个空军上面的实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刚刚提到了嘛，这个习近平他在整治这个火箭军，不过现在也看到说有爆出一些比较动摇基本盘的一些大事件，这是来自于外媒《纽约时报》的指出哦，他说习近平曾经把火箭军视为是2049年这种世界级军队的一个关键，但是确实可以发现的事情是在这1-2年之间，内部有深层的这个整肃跟贪腐的连环爆，动摇了这一支那个负责核武力的一个核心部队。那五角大厦也揭露说，火箭军贪腐导致地下飞弹井工程被破坏，甚至有偷工减料。那所以现在也看起来说，中国近期不是我们不断的在报道说集中发展，不管是福建舰或无人机，代表说习近平不想把战力重压只有在火箭军吗？那整肃火箭军对于解放军来说，到底是伤害还是帮助？委员又怎么解读？中国大陆解放军在海军啊、空军啊、有陆军啊，都有很长远的发展的历史，所以它的规模在成长过程跟它组织的监督管理基本上跟得上。火箭军就不太一样，它有2炮部队所转型成功了，就一开始预算突然间快速膨胀，任何一个团体都会有情形，就是你的组织、你的管理、你的监督系统根本就跟不上。那你一跟不上的话，有那么多的采购事项，那么多的工程事项，从火箭军的各种基地啊、地窖啦等等啦，还有采购啦，还有零组件啦，那个是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庞大。一下子这么庞大的话，有一些这个监督单位对于他们所报上来的一些工程啦，或者一些技术的需求，基本上不一定马上跟得上。通常这种监督人是要干过技术人再来做的，可是因为组织实在太快膨胀，就引起了一些上下其手的机会。这个上下其手的机会，对于北京的这个政治局来讲，他担心会不会北洋舰队重演买了武器，明明监督的零组件是对的，结果真的装上去了，是不是正确的偷工减料然后这个一打开，这油料没有很充足，这种事情他们非常的担心。还有说你试射我就买了，就你试射资料到底是不是真的？对，一连串，所以说基本上北京的这个政治局还算英明还算英明，他不会被这些人给糊弄了，所以不断的派人去调查，就发现一拖拉库的一些贪腐问题。对习近平来讲他也只能什么？这个长痛不如短痛先处理了再说了，先处理了，那再从其他什么海军的空军调人来管那看能不能一阶段让这个监督管理系统比较成熟一点。因为像大陆的海军啊、空军啊，他们采购什么东西、些东西，它的管理制度已经很上轨道了。可是偏偏火箭军有很多新的不得了的东西这个固态燃料换那固态燃料，为什么价钱不一样？上面的不一定搞得清楚那中间就有可能出现上下其手。像我们台湾有某个石油公司在做那个天然气转接站的时候，说报价95，就公司觉得
怎么那么少啊？你要报多一点，你就知道这问题都出来了啊。所以我想，习近平是很有决心要把解放军的火箭军啊，打造出一个世界级的实力的。那有贪腐的话，实力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即使说把这个领导阶层几乎是换了一遍了，换了一遍，当然刚开始啊，指挥啊、经验啊各方面不足嘛。可是你不这样子的话，你快速膨胀的组织，你的管理、你的监督、你的控制系统根本就会跟不上。中国的6代机歼36的第2架原型机在近期现身了。那与之前的第1架原型机相比，它有一些明显的改动，包括在尾翼的引擎、排气口啦，还有机头的这个进气道也有一些变化。那原本类似这个 F-22的方形垂直的 DSI 进气道呢，现在变化成水平的进气道，起落架也重新设计啊。那种种的变动呢，就有军事迷说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歼36的作战距离又在提升了吗？刚好我们今天现场有专家，过去是这个空军专长的张教授，以内行人来看，我们歼36这一次第2架原型机这样的改动，是不是它的战术定位要做一些变化？我认为它是做了一个3大优化。第一个最大的优化就是它优化了它的逆中性能。你看它把它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喷口整个向内缩，因为喷口啊，它很难去逆中。你这个雷达不打上去哦，你机翼可以调整，对，但是你的喷口发动机的喷口就是圆形的，你不要扁扁的发动机，那整个的喷气的力道就改变了，所以它把往内缩，不要太暴露在雷达波的都普特雷达的这种雷达的搜索的这个性能，它是这样子的优化。第二个的优化，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进气道哈，由垂直化变成扁平化，也是在优化它的逆中性，是把逆中性优化。你垂直性，你这个雷达波打上去之后，经过反射回来也是大。你看它把它变成扁平化，整个的雷达的反射那就变小了。所以我认为它在优化它的这个逆中性。第二个，我认为它在优化它的流体力学。另外一点，我们现在看呢，它的起落架哈，它的起落架本来是串联式，前面一个，你就要双轴。你这个起落架两个轮胎，因为它是串联，你要收起来放下来是双轴。对，我现在把它变成并联，一个轴下去，2个轮胎，2个起落架。那当然了，右边的右起落架也是2个，一个串一个轴就可以了。把它举也收起来，放下来，这是这样嘛？这个就把它的重量跟重心优化了。是，不要做串联，因为串联的话，你是双，我们讲的双起落架。对。你把它变成单起落，但是一样是2个轮胎，我们把它并联化是最好，比串联来得好。因为串联那么长的轮胎放在那边，你要收的话，好大的版面呢，是这个状况。另外一个我们讲到的是，它把它的雷达搜索优化，它的雷达搜索你的雷达就要大。对，那它现在是有3个发动机，发电量够不够？够，那这样的雷达的 power 够强，雷达放大的，不要怕，我电力够，放大的，大的搜索远，不要空中。预警机没能被人家发现了，空中预警机没有逆中嘛，被人家发现空中预警机就知道可能下面有附近的要出任务的这些做千级机，要受他指挥，不用我自己就可以。那这样是不是做一个我们讲的渗透轰炸、渗透攻击、逆中那个自己来自主的去发现目标？为什么？我雷达加大了，我的相位阵内雷达就可以自己单独来搜索目标、锁定目标、攻击空中的目标。所以3大优化：雷达优化。重心优化、流体力学优化，还有逆中优化。是，所以看来歼36又变得更强了。又变了，因为它现在还没有量产，等到要修改完毕之后再批量生产，因为这样的你免得一次改好多。我第2架的时候，整个修改之后验证成功之后，以后就按照第2架的模式，那第1架就不要了，因为第1架是做验证的，第2架是变成批量生产的原型机。好，不过相比这个歼36持续在优化，美国海军这边尼米兹号航母可能最近要拜拜了，因为诸事不顺，特别是在南海出任务的时候，半小时内就掉了2架飞机啊，这非同小可。一架是海鹰，一架是超级大黄蜂，但是万幸人员都救起来，没有闹出人命啊，不然这美国大兵的家属都跟你没完了。好。那这个川普总统说，出事的原因呢，可能跟这个劣质的燃料有关。虽然我们还要等待最终的这些完整的调查报告跟检讨出来，才有一个比较公断的判断。但从侧面观察，你这个劣质燃油就是整个供应链、军工补给的供应链可能出了问题了，是不是？尼米兹上面的官兵螺丝都松掉了，上这个。哇，这是尼米兹号的这个出包，为什么不是这个五角大厦？它直接川普。
来说，可能是燃料问题，也不能小看哈，因为这确实还是匪夷所思。在30分钟、半个小时内连续2个，而且是不同的军机坠毁。这个我想，其实包括张仁，其实这个我们其实任何可能过去军事史上或在航空母舰上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除了在打仗之外，是难以想象的。不过我们都知道，其实尼米兹号其实过为一个已经非常服役非常老的这个航空母舰，而且在此之前，它已经到红海出任务，已经算是超长出任务。它接下来本来就是要做一个很长时间的部分的维修。都知道航空母舰的部分的生态的复杂，常人难以想象的。我经常说，我们就把台积电加长庚医院加起来，你在里头穿梭，正常人有办法吗？